你为什么要寒土快求死？起来，起来！玉环，玉环，你干嘛要寒土快求死？三郎与古稀高陵御驾亲征，臣妾不能为三郎分忧解难，深感罪过，因而觉着还是死在三郎面前的好，也免得看着如此悲怆的场面，而又不能给三郎以丝毫的帮助。你说什么？三郎，想过没有？三郎上一趟望春亭，还有4名内侍抬着，又怎能经受风餐露宿、马上颠簸，还要指挥作战、随军跋涉呢？那么，如果三郎一定要亲征的话，要么带上臣妾，要么就用三郎的佩剑结束了臣妾的性命。臣妾实在不愿意死在三郎的后头。玉环，你这是何苦呢？你何苦要做这样的举念呢？三郎曾经与玉环相约，要生生世世永远相随。三郎不能违反盟誓啊！在你眼里，这如果亲征，就必死无疑了吗？是臣妾必须去死。安禄山要的是我们杨家人的性命，只有臣妾一死，才能阻止这场大乱。安禄山这只不过是借口，朕还不懂清君侧那套把戏吗？朕还没有糊涂到家。玉环，那个安禄山实际上想要的是大唐的江山呐！朕在世一天，绝不允许。三郎，三郎，玉环，朕知道你刚才说的那些都是气话。你说那些话的背后是什么意思？你告诉朕，是不是有人暗示你来游说？虢国夫人来过，不过臣妾说的是心里话，臣妾不能没有三郎啊！玉环，朕也不能没有你啊！你们杨家都在怕一个人，这个人不是安禄山。朕坚信，大唐的江山还轮不到他那个胡儿来做。你们杨家怕的是朕的儿子，当今太子。朕没说错吧？三郎，现在这种局面，各家都在为自己的利益计算。但是你要记住，玉环，除了朕和你，再不会有别人与朕和你的利益一致。这当然包括太子，还有你们杨家，还有朕的那些大臣们。咱们在计算着，人家也在计算呢。三郎，太子监国，真的有那么可怕吗？朕一直在犹豫。御驾亲征，好处是直接掌握军队，顾大唐的事情。可毕竟年龄不饶人呐。这一古稀之龄，御驾亲征，能否经得起风霜雨打？能否真的取胜？说实话，朕也没有十足的把握。万一做糟了，朕连做皇帝的威信都没了。到时候，这还有什么资格统领大唐？这还能再取消太子监国吗？三郎，形势也许不至于那么差。三郎不御驾亲征，照样可以统帅全军的。臣妾记得当年三郎在长安指挥哥舒翰将军攻打石宝城的时候，三郎是那样果断。三郎当年能做到，玉环相信三郎现在依然可以做到，对吗？三郎，但愿吧，但愿苍天给朕一个击败安禄山的机会。到时候，朕一定会好好的收拾这个已经破损了的大唐江山。
杨大人。恭喜将军，皇上已任命将军为东讨兵马副帅，着令将军今日就前往潼关，接替潼关大军的防御指挥。皇上既希望哥舒翰将军能够镇守住潼关，保卫京师的安全呢。寄希望。那皇上已经取消了亲征的计划，决定留在京师，指挥全国的平叛。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什么？贵妃阻止了父皇亲征？是的。如此说来，不会再有太子监国了。皇上任命哥舒翰将军为东讨兵马副帅，他对我说，他非常希望殿下能作为兵马元帅。他说，皇上不能御驾亲征，皇太子理应代父亲征，以鼓舞三军士气。哥舒翰糊涂，俺制度皇太子只是名义上的兵马元帅。只要哥舒翰将军镇守潼关，殿下就是事实上的兵马元帅。但愿哥舒翰为我大唐的京师守住这最后一关。元帅，什么事啊？末将觉得守军将士有一些牢骚，末将想提醒元帅关注。将士们认为安禄山起兵以猪羊为号，当今天下也以杨国忠而招致祸乱，世人莫不切齿。所以末将以为，如果元帅能留兵2万守关，再发精锐之兵回诛杨国忠，就像汉朝为挫七国之乱而杀晁错一样，元帅以为如何？如果不能调动精锐，那将杨国忠劫了潼关杀掉也行。元帅，我王司礼愿意做这件事。你怎么会有这样的主意？如果这样干，反叛的人就是我哥舒翰，而不是他安禄山了。国忠，你又瘦了。平叛时期食宿皆无定所，瘦一点没什么，只要能迅速平叛，让皇上和娘娘不再为此忧虑。这个谍报很有意思，朕看这是一个战机，吃掉陕州的崔乾佑，对安禄山必然是一个沉重打击。皇上，恕臣直言，此时不宜出关作战。目前的形势虽较以前有好转，但反攻还不是时候。为什么不是时候啊？据哥舒翰发来的奏报，安禄山回师河北出击郭子仪的兵马并不是主力，主力是镇守陕州的崔乾佑部，他们窥视着潼关，并不敢轻易进攻。只要皇上下令死守潼关，就这样僵持下去，对安禄山是大大的不利。他之所以连连得手，是因为士气仓促，我们吃了措手不及的亏。加之大唐军队已然127年没有真正在本土开仗了，待以时日，天下人认清了安禄山不过是罪而乱匪，我军也能腾出时间加以调度布置，定能稳稳地灭掉叛军。所以，安禄山耗不起，他巴不得我们舍关应战。如果一旦潼关失守，危及了长安，他就能势如破竹，到那时再阻挡，可就难了。安禄山既然是罪而乱匪，你又何必如此危言耸听啊？他起兵满共不过10几万人，而哥舒翰的兵马有整20万。崔乾佑不可能掌控着安禄山的全部人马，他即使重兵，无非是10几万人马中的部分。如果真的强大，他早就兵临城下，叫阵叩关了。此时全国上下人心亟待振奋，若哥舒翰能出兵陕州，收复洛阳，那可是大大的鼓舞了我军的士气啊！臣担心哥舒翰所率的20万兵马，都是仓促招募、未经训练的士兵啊！皇上，好了，朕指挥过无数仗，让一个从未经历过战事的宰相指点这么多，还是头一次。三郎，别生气了，国忠也是为了保险。若哥舒翰出兵，会不会欲速则不达？你不懂，
畏畏缩缩，有时候会坐失战机的。此事不再商议，诏命葛舒翰出兵陕州，朕在长安等着他的捷报。臣遵旨。你干嘛那么凶啊？玉环，只能这样了，必须要迅速击败安禄山，否则不能振奋人心，而且还会给太子时间，让他有空子可钻。三郎，臣妾不明白，三郎现在为什么还在和自己儿子斗气呢？这不是斗气，是生死攸关呐！钦此。这是诏命，是皇上亲书的手诏。可是请使节一定要转告皇上，敌兵远道而来，力在速战，而我军据险扼敌，力在坚守，不易清除。元帅有何疑义，请另写奏呈。本使节只是来督促大军择日出关决战。你怎敢擅作主张，拒绝杨国忠见我？小奴哪敢坏了殿下守存多年的安泰呀！哼，守之安泰，安禄山已经攻占了洛阳，潼关如果再失守，京师长安必然不保。若安禄山真攻占了长安，大唐威仪，守住潼关就能保住长安。杨国忠的权术手腕，那可比李林甫差远了。他根本说服不了父皇。若父皇执意出关决战，那将是大唐的瓦解之日。而大唐不在了，要我这个储君还有何意义？殿下深刻。不行，我要觐见父皇，我要向他老人家陈言，万万不可出使潼关。我要帮他杨国忠一把。你再重复一遍。儿臣以为，若潼关出事，有战必败；潼关不保，京师必危，天下之乱何可平治？河北的郭子仪、李光弼也持儿臣一样的看法。太子已经与河北的将领有了直接联络了，啊，很好。看来太子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天下兵马元帅了。但打仗就是打仗，不是你在东宫做功课。你说，朝廷的主力自平乱以来有过进攻吗？没有，完全没有，有的只是溃败、撤退、逃生。现在战机来了，再不进攻，你还要等到什么时候？朕决心已定，潼关大军必须全力出击，违反诏命者斩。朕还听说，安禄山的大管事高尚，曾经在你的手下混过。父皇没有说错吧？父皇，儿臣极其讨厌那个家伙。其实，你看看你的这些狐朋狗友，把大唐的江山弄得支离破碎。国忠还知道把安头安禄山的檄文给杀掉，而你呢？啊，父皇为你感到羞耻啊！父皇，你听儿臣解释一下。不用解释了。你也学会李林甫的招数了，佩服。为了皇上，我杨国忠赴汤蹈火，也在所不辞。那你就更让我佩服了。跳蚤。公元756年，继唐天宝15年，哥舒翰率大军出潼关，与驻陕州的叛军崔潜佑决战，在灵宝石原大败，20万唐军几乎尽丧，哥舒翰也做了俘虏。不久，潼关失守，长安无兵可战，大唐王朝似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。皇上，皇上。三郎，
醒醒，醒醒啊！皇上，平安火未能到达，有传言，潼关已经失守了。啊！潼关已经失守了。皇上，报告尚未到达。平安火不至，是否会有别的缘故？不是一时的疏忽，或是耽误了吧？贵妃，依照多年的往例，那是不会的。皇上，是否到宰相？大错已铸成了。朕不该命哥舒翰出兵的，朕没听国中和太子的。这个20万人马呀，怎么就……三郎，玉环，只怕长安保不住了。宰相大人，哥舒翰将军率20万人出击，全军覆没。1天之内，只有王思礼将军率的8000余人逃入潼关。主将哥舒翰被擒，向安禄山投降。河东防御使吕崇奔、华阴防御使魏仲熙都已弃城而逃。丰邑防御使李鹏洲也联络不上。潼关南北两侧的防线也已经失守。国忠，贵妃娘娘，皇上呢？皇上在里面呢，你进去慢慢说话，他胸口一直在疼。知道了。你过来。是娘娘。你去替我带话给几个人，告诉国舅夫人、韩国夫人，还有寿王侧妃未来欣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他的儿子，让他们互相照应着，就对他们说，皇上现在一步也离不开我。还有，别忘了告诉咸宜公主。是。怎么会是这样呢？已经这样了，皇上只能做退一步想了。怎么退？退哪儿去啊？退一步，海阔天空，去巴蜀。皇上退到巴蜀，可从巴蜀重新崛起，杀回关中。偌大的朝廷，数万名官员和家眷，都撤得了吗？只能择其重要，轻装简从，蜀道难呐，人多了都走不掉。再则，皇上信蜀的消息绝不能向外透露，以免万民不安。现在就开始做准备。皇上以亲征的名义做准备，事不宜迟，皇上要早做决断呐。也只能这样了。你叫李氏来。臣遵旨。三郎，胸口又疼了。朕把虎儿养大，现在看来要朕的命了。高力士都说了些什么？皇上已决定入蜀，高力士让殿下随时做好随栾家入蜀的准备。入蜀？准是他杨国忠的主意。据他杨国忠的势力范围，护卫的军队有限，高力士说，后卫的飞龙禁军将由殿下指挥，前锋及护卫的龙武骑兵由他和陈玄礼将军指挥。你能和陈玄礼将军说上话吗？小奴为龙武子弟，也就是点头打招呼的份儿吧。与龙武大将军陈玄礼说话，是龙武子弟就足够了。你代表的是我。今夜在延秋门集合，护驾亲征，都明白了吗？出来！敬礼！
将军威武！龙武进威武！好，都出去吧。你李公公不是来替我挑马的吧？哎，本将军已接到命令，要挑900匹御马。小奴虽懂得相马，可更懂得相人。哦，公公，你不是相中我了吧？不是小奴相中了将军，而是大唐的太子殿下相中了你。太子殿下本来就是兵马大元帅，皇上此行又以亲征为名，太子殿下依然拥有对征讨大军的统帅权。本将理应受太子殿下统辖。将军原来是如此明白之人呐！如此局面，再糊涂的人也该明白了，不是吗？三郎，三郎，三郎，玉环，我们只有逃亡了。三郎，北城一战，一代天下齐亡之时，长安城内粮食物品都充足，难道不能支持吗？不行，城太大了，无兵可守啊！三郎，我们要是逃亡，离开京师长安，还能再回来吗？皇上，部分大臣未能赶来早朝，也许……既然多数未能到朝，那朕的亲征制书就不用念了，直接说是吧？国忠，你看呢？遵旨。皇上离京师亲征，朝廷之内有些人员安排。本相代皇上宣布一下：诏令金兆尹魏方进为御史大夫兼制顿使，崔光远为金兆尹留守京师，便利城执掌宫闱所要。另诏尹王甲为剑南节度大使，并即刻赴镇，设职储备。皇上，潼关兵败失守之责，为什么不予追究呢？谁在喊呢？回皇上，是下臣在喊。你是谁啊？监察御史高适，下臣想知道，究竟是谁怂恿鼓动哥舒翰出战的？高适，你当朝咆哮，扰乱礼法，有悖臣子之道。首相，你为何心虚？为何不敢正视下官的动议？我心虚？哼哼哼！你应该知道，是谁最早预言安禄山要谋反？难道不是本相吗？本相大声疾呼了几年，还不是因为你们不相信，才有了今日的局面。你含沙射影，你安的什么心呐？你想把兵败失守之责推给谁？行了，不要再说了，不要。要追究的，岂止是兵败潼关呐？太多了，但不是现在。朕曾在梨园题过一副楹联：面目总非真，记忆正人，由他做作。事情多不假，
居今见古，留待后人。手下安排完了吗？还有一件事，仓库存有大量财物，转移已经来不及了。本相建议予以烧毁，以免落入安禄山军队之手。不可！是。叛逆军队若得不到想要的财物，必然会横征暴敛地对付京师的百姓。把财物留给他们，他们的口袋装满了，就不至于折磨朕的百姓了。皇上100年之后，玉环怎么办？歌舞升平的好日子过去了。这是玉环姐嫁给寿王那天让我还给你的。彭伯，现在我把它还给你，拿着。明天早上我就要离开长安了。阿满，我知道了。我知道你到现在还想着玉环姐，可我也是等了你20年呀。阿满，20年了，一晃就过去了。你还要我等到什么时候呢？告诉你，我就是喜欢你，喜欢你。公元756，即唐天宝15年，唐玄宗李隆基以御驾亲征的名义，率领部分皇族和中央政府官员悄悄地离出了京师长安，踏上了前往巴蜀成都的逃亡之路。这一年，贵妃杨玉环刚满38岁。皇上，咸阳令和新期派遣的热情都已逃跑，烈日番石尚没有着落。皇上暂且进园歇息，老罗这就去想办法。快！慢点儿。将军，注意警戒！公公，你不是在后军吗？怎么？太子殿下让我来女眷队伍中探望一下张良娣，他已经有喜来。你们后军找着吃的了吗？连皇上都饿着肚子呢，军士们就更没有果腹之物了。将军，这样下去恐怕不行吧？
这里人多眼杂，不妨随我去那边走走。由咸阳经金城后，计划在马尾驿歇息1天，再赶往兴平。十八郎，你就甘心这么老老实实的随栾家入蜀吗？长安完全不设防，迟早会沦陷，已无后路。河西那边还有朝廷的军队，但父皇不会把河西的兵权交给一名皇子的。你呀，一辈子就这么窝窝囊囊。太子殿下，陈玄礼答应了吗？他说空口无凭，要殿下的亲笔手谕。他是在要将来能有要挟我的证据。可是现在只有他能帮殿下得手，事成之后，再杀他不迟。好，我给他写。另外，你告诉陈玄礼，王司礼的3000兵马就在附近听令呢。国忠啊，通知队伍杀几匹生病的马，进店里拆些木料来，生火煮马肉，让军士和女眷们充饥。是皇上。去吧。三郎，臣妾也到那边去看看女眷们。李氏，这何以到了今天这个地步？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？这儿离京师不过50里，怎么会连果腹充饥的食物都找不到呢？难道朝廷历来的统计都是虚假的吗？陛下，据老奴了解，朝廷历来统计并无太多虚假。即便去年边缘陇西也是人口岁增，桑麻遍野。至于中原地区的富庶，更是可想而知。可是人人赛富，只知享乐，国难当头，他们还能替别人着想吗？他们如果不自顾地逃走，那才奇怪。说下去，陛下连年征战，军费日益庞大，臣民们赋税频频加重。陛下，一个急功近利、忘记苦难的人群，又怎么可能为陛下的雄心抱负付出他们的私利？杨国忠身兼40余使，触弄了许多官吏的利益，豪强们的敛财危害遍于天下。汉人将领因边疆将帅多为胡人而失去进取心，朝廷的威望已经丧失。正是因为如此，他安禄山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，发难我皇上，发难我大唐啊！这些话，平素怎么就没人向朕提起过呢？当今的廷臣一言治罪，谁还敢直言极谏？这么说，朕在用人、处事、纳谏上，都浑浑然有不到之处，才造成了今天大唐的局面。
朕还记得你最赞赏张九龄呢，李氏。你说实话，你就没有私利吗？陛下，老奴知罪了。兄弟，你为什么不早说？老奴知罪。十八郎啊，尽管我们同一个父亲，可你我的性格却相去很远。当然，要不然父皇怎么会选你为储君呢？只是一个空头的明显，又无所着落的远离抗敌前线。纵然是一枪救国报复，也无法扭转乾坤呐。太子似乎并不愿随家入蜀。18年的储君之位的磨难历练，三哥，我自以为已经成熟了。眼见国破家亡，我被挤得坐视不管。莫非太子是要……还是别说出来的好。我猜你18郎也有许多话要说。你失去杨玉环也10几年了吧？你是折了胳膊往袖子里藏。我不知道你这10几年是怎么过来的。妹妹大典觐见，你见了她总能心平气和，外表如常。我分明能感觉到你的内心在痛苦呻吟。你的情感，你的自尊，你的男儿血性，恐怕一天也不曾熄灭昏睡。18郎，我挑选你和我一起掌管飞龙军，并非是毫无考虑。你想过没有？入蜀就意味着放弃抗敌品牌。18郎，父皇年迈昏庸，而你我正逢大好年华。父皇愧对了先祖，我辈则不能愧对列祖列宗。朕的曾祖父太宗皇帝说过：“民可载舟，亦可覆舟。”朕为什么直到今天才真明白这个道理呢？朕愧对李家先祖啊！皇上，李氏，是时候了。朕何必等到乌家才自刎？皇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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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局面并未到这地步。此时千钧一发，全靠皇上镇定居中。皇上意志一迟，大唐天下就会土崩瓦解，不可收拾。朕非要等到众叛亲离吗？皇上，度过这一关就会好的。不要单独走动。寿王，有什么话跟我说吧。外面很乱，你要小心。乱。
外面很乱。我能不知道吗？寿王，大家这一路走下来，又饥又渴，皇上不像皇上，大臣不像大臣，官不像官，兵不像兵。光昨日一个晚上，又逃走了几十名内侍。现在到处都是抱怨声，皇上也生出了绝望之象。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小心？寸步都不要离开皇上，不要单独走动，尤其与你们杨家的人，要保持距离了。对杨国忠的不满，随时都可能酿成事变的。事变？谁要事变？你说话呀！你为什么不说话？我觉得脊梁上冷飕飕的。一定要记住，去吧。是。你要督促皇上，不要在马尾坡逗留，尽快上路，尽快入蜀。我只能对你说到这儿了。你为什么不对你父皇说，偏对我说？我对你说，是因为我只能对你说，因为可能有人想要取代皇上，我怕会引起激变。你是说太子？太子他要做什么？玉环，还记得你曾经给我说过的话吗？我说过，平平安安就是福。那你就照我的话去做吧，李茂愿玉环平平安安。谁呀？你在和谁说话呢？是三郎的儿子寿王。墨儿，他来干什么？他来看他的侧妃和儿子。哦，他该在太子的后军吧？他说了些什么？三郎应该了解自己的儿子。怎么了，玉环？你好像话里有话呀。没什么，寿王只是想劝三郎尽快离开马尾坡。力士，叫力士，什么声音啊？皇上，禁卫军士们再好，在敲击刀盾，似乎是在宣泄不满。是因为缺少食物吗？皇上，老奴再去问问陈玄礼将军。快看快看，杨国忠在那儿，他勾结安禄山谋反，赶快过去杀了他！你们想干什么？啊！也想学安禄山拥兵造反，威逼天子吗？你就是逆贼，还有脸说别人吗？对，要不是你，安禄山也不会兵变。你们干什么？大胆！本相命你们退回去！退回去！
相饶你们不死。三郎，为什么杀人？为什么？军士们说，杨国忠谋反。杨国忠谋反？绝不可能！老奴也觉得蹊跷。龙虎军像是有人周密谋划，攻击目标也只是杨家，这不是一般的混乱。朕不信龙虎军会谋反，朕不相信。朕去见他们，朕亲自去见他们。三郎，你们清楚你们自己在做什么吗？你们都是朕身边的将士，朕与你们朝夕相处，从来未曾怀疑过你们的忠诚。作为军人，失去了忠诚，就是失去了信念。失去了信念，这世间还有什么神圣可言？没有了神圣，那就无异于安禄山之流，违背伦常，藐视国体，摇动宗庙，颠覆河山，成为千古罪人。罪人是杨国忠，不是我们。对，我们是在为国家铲除妖孽，妖孽不除，大唐何以保全？铲除妖孽，拯救大唐！铲除妖孽，拯救大唐！铲除妖孽，拯救大唐！将士们，朕没有斥责你们。既然你们做出了行动，朕嘉许你们。现在，你们可以各归其队了。你们怎么还不行动？朕命令你们，现在立即归队，准备开拔。皇上，臣是带兵之人，了解士兵们的心愿。杨国忠祸国殃民，虽被处死，但杨家得以猖獗的祸根依然留在皇上身边。皇上，军士们出于对未来国家的忧虑，恳请皇上将国家动乱的首恶予以正法，否则臣无法说服士兵，请皇上明断。陈玄礼，你说将谁正法？贵妃杨玉环。皇上，皇上，陈玄礼，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？儿臣知道。儿臣拜见父皇。恒儿，是你？父皇，陈将军方才讲的是大家的心愿。父皇是明智的君主，事情到了这步，父皇应该清醒了，以大局为重。你很会讲，朕怎么一直就……朕的儿子……父皇。现在不是论及父子之情的时候，解决于法，请父皇顺从民意。民意？
刺杀贵妃是民意，朕看是你自己的意思吧？父皇，父皇怎么还不明白？将士们已经失去耐心了。天教将亮，看中我们！天教将亮，看中我们！天教将亮，看中我们！这一天终于来了。将亮，看中我们！天教将亮，看中我们！父皇，看中我们！天教将亮，此事朕自会处理。大皇帝，太子殿下，我跟你们说，陈将军，太子殿下，陈将军，彭将军，思君所请，在情理之中。只是皇上平日待我们波波，我们不宜逼君太甚。殿下，我们再如奏。至于众军士，阿翁，今众怒难犯，将士们不达目的，断无归队可能。陈将军，我终于认识你了。陈将军，你不必瞪我，事情仓促，我们只有顺应兵情，否则你顷刻将成落殿下冤鬼。玉环，他们要……三郎，别说了，玉环都听到了。三郎，看来你和朕都不会幸免。三郎，各位要注意分寸啊！三郎，站起来！请贵妃娘娘回避。高将军，我都已经知道了，不用回避。有什么话你说吧。皇上，对今日局面，老奴已无能为力，老奴有负深恩。恒儿，为什么会成这样？你是要逼父皇退位呢，还是……父皇何出此言？孩儿谨小慎微了10几年，还是被收拾得七零八落，哪里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？只是罪臣杨国忠虽然已诛，但是杨家蒙阴泽府的贵妃还可以再留下来吗？父皇，她可是叛贼安禄山的干娘啊！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恒儿啊，你如果想要这个皇位，你拿去好了。三郎，朕退位。三郎，不要难为一个女子。
大唐的国君是父皇，为何要儿臣做一个大逆之人？李氏，朕明白了。先是宰相，再是贵妃，然后皇上，老奴恳求皇上割爱。三郎，坐吧。三郎，情势已如此，别说了，更不要再去做绝望之想。儿臣再次恳求父皇顺应四军将士所请。你，父皇，你们都很清楚，贵妃从来就不过问国事，她仅是朕的爱妃呀！朕。皇上，臣恳请皇上赐贵妃死，因为将士。高力士，皇上，玄磊及四军将领尽力为父，但是众怒难平啊！闭嘴！拯救大唐，铲除祸根！拯救大唐，铲除祸根！拯救大唐！诸将士既然以诛宰相，贵妃自不易侍奉左右。父皇，贵妃无罪呀！皇上，贵妃诚然无罪，但将士以诛杨国忠，留下贵妃，将士岂能心安？他们定会以为皇上早晚会怪罪他们。老奴以为今日之事，只有将士安，皇上亦安。太子殿下，你让谁死都行，但是不能对我的三郎心生歹念。请贵妃慎言，罪孽不解，自有应得，别老扯上我父皇。我可以死，但请殿下放过你父皇。我根本不懂你在说些什么。高将军，你去说，跟所有的人说，说我杨玉环愿意以死殉国。玉环，遵命，贵妃娘娘。玉环，父皇，玉环，只能这样。玉环，陈将军，皇帝陛下应将士之请，赐贵妃杨玉环死。陈将军从速传谕。是。跟我同喊，请皇帝陛下赐贵妃一死。赐贵妃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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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陈将军，皇上圣命，诸将士应呼万岁！万岁！皇上万岁！皇上圣明！皇上万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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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三郎，要郑重，但尽量设法以求自保。
早日入蜀。大皇帝，你好狠心！阿曼，不许胡说。三郎，事已至此，我们谁也无法改变。臣妾记得三郎说过，神龟虽寿，犹有尽时。人生100岁，总有一死。玉环，玉环，朕是皇帝，朕是国君，是近40年的大唐天子，竟不能保全自己的爱妃。玉环不愿。你倒是想想办法！你说话呀！你就这么看着玉环姐夫死吗？你还算是个男人吗？不可造次！没有用，飞蛾扑火，没有用的。好好用你手中的那把剑，保护好皇上吧。老奴罪痛于天，是其稍纵即逝。贵妃娘娘，皇上已心有余而力不足，请贵妃娘娘。贵妃去吧。我来陪侍父皇。三郎，臣妾长辞了。父皇，三郎，父皇，父皇。请庞将军奉贵妃入佛堂，备帛送贵妃娘娘大行。父皇。三郎，别忘了，三郎说过要活到91岁，要记住，亡者无喜呀。玉环，玉环，玉环。
末将实在下不了手。彭将军，是皇上重要，还是女人重要？皇上万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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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皇上，此贵妃杨玉环死，缢杀。醒醒！父皇，叫！叫！贵妃业已缢杀完毕。你们满意了吧？朕再说一遍，贵妃是代朕赴死的。父皇，你也满意了吧？玉环死了，朕的爱妃死了。她生前没有做过一桩恶事，却被你们活活的逼死了。恒儿，就在朕当年还犹豫是否废掉你的时候，只有一个人为你说情，就是玉环。他说你是一个好哥哥，也应该是一个好的储君，可你却说他罪有应得。他何罪之有？他有什么罪？你一而再再而三地割舍你身边的女人，你的心肠何等之硬啊！朕今日和你有什么区别？牺牲了一个无辜的女人，好让自己苟延残喘。这种生命，朕还留他做什么？你们把他一起拿去吧。来吧，来呀！朕的爱妃既然被你们说成是罪孽深重，那朕就是乱国之首，也不可能无罪啊！来，你们把朕杀了，朕这样生不如死，还要万岁做什么？朕不要，朕不要，不要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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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晨雾的光还是那样幽亮，轻轻的响，在你怀里摇晃，微凉的温存像纠缠的爱生长，最
后我摊开手掌，一片荒凉。如果赶不上日久天长的那一场，我们宁愿去像鸟儿自由的飞翔。虽然从你我欢唱，一切令人难忘，如今还愿牵你手，寂寞流浪。你歌我唱，花径池畔，娇女恋恋回响，长生殿里誓言烈烈回响，钟声如虹，笛声悠悠回响。我像鸟语，情浓一切回响。花径池畔，娇女恋恋回响，长生殿里誓言烈烈回响，钟声如虹，笛声悠悠回响。我像鸟语，情浓一公元762年，即唐宝应元年，唐玄宗李隆基驾崩，享年78岁。他去世后的第2年，历18年致使民不聊生的安史之乱，最终在他的孙子唐代宗李煜的领导下被平定，大唐王朝重归统一。